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比赛结束。注意看，中国擂台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命案，日本拳王扬言要打死中国选手，不料反被新疆小伙一拳打到重度昏迷。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呢，正在我们中国啊，而且这个赛事方的举办目的呢，好像说是什么纪念中日友好50周年，哈哈。但是实際上準備參賽的中方選手呢，早已經是摩拳擦掌，甚至啊，我們賽事方有的這個把急救車呀、擔架以及棺材啊，都準備的一應俱全，非常的全面。好，我們來看一下，首先登場的選手，他的名字叫做金子健啊，來自於韓國的一個選手。他每天4點鐘起床，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就是為了高強度鍛鍊啊！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啊？他表示說自己最大的夢想就是親自來到中國，打死一個中國人。好，沒有錯，他真的是很猖獗，但是總感覺他的名字不像一個日本人啊，感覺好像個韓國人。好，接下來有請我們的中方選手，他穿了一個非常神秘的戰袍啊，代表我們中國紅，他就是來自於中國新疆的選手烏蘭托勒哈茲。好，觀眾朋友們，據說這一次舉辦的賽事方啊，我們中方的代表人物已經是暗地裡開會了啊，和這些個中國選手開會。雙方的數據面板，雙方在身高和臂展上幾乎是差不多，年齡上是差了6歲，戰績上也差不多啊，對方的話是略好一點，但沒有關係啊。中國選手一旦碰到了日本人，那這個狀態啊和這個感覺啊和實力啊都會大幅的增長，具體為啥我也不清楚。開始了，來看一下，我們仔細看。穿着白色戰袍、黃色拳套的選手呢，便是中方選手烏蘭，黃色褲衩，他就是金子健。哦，這個名字聽起來越聽越不順耳啊！金子還能健，哈哈，不太好聽啊，不太吉利。哎呦，這個烏蘭的拳很快啊，感覺對方的日本選手都沒有反應過來。賽前日本選手非常的興奮啊，他表示說呢，自己最大的夢想馬上就要實現了，甚至還準備好了慶功宴。但是這場比賽呢，我還是希望我們的烏蘭啊能夠拿到300萬的獎金啊。烏蘭搖晃出擊。他們之間已經打過一場比賽了，對於對手的特點都比較了解，所以說也沒有什麼可以等的，直接上來就，前手擺拳非常好。在我們中國國內新疆這一塊的確有非常多優秀的拳擊手，啊，烏蘭便是其中之一，而且他還很年輕，才25歲。這場比賽我們看他比賽開始，身體上的調動啊，這個反應速度還是很快。日本選手確實比較兇悍。好漂亮！你看對方啊，呵呵，這個小胳膊小腿兒抓不住我們，他的胳膊太短了。數據上跟兩人看只差了1公分，但是比賽開始之後啊，真正打起來的時候，感覺對方哪兒都短啊，反正能看得見的都很短啊，看不見的估計也不長啊。好，烏蘭的防守相當好。剛剛烏蘭的這個防守做得不錯，連續頂住了對方的這個進攻。實際上我們肉眼也能看得出來啊，他的拳法力道很弱啊，這個拳頭軟綿綿的，要速度沒速度，要力量沒力量。拳迷朋友們可關注微信搜索並關注蓋世拳王，收看更多精彩拳賽直播。還有比賽還有最後10秒，第一回合馬上結束。好，沒有錯，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非常的精彩啊！兩個人是進行了一個簡單的試探啊，還是比較的好看。中日大戰那肯定是不能錯過了。
好，那麼雙方在第一回合也是打得難分難解，但是當然啊，這只是一個簡單的試探，接下來的比賽第二回合才是真正抗日大戰的開始啊！因為這個我們的烏蘭對對方的日本選手的打法跟風格啊也了解的差不多了啊。一般來講，拳擊賽事當中啊，第一回合都是熱身賽啊，也是雙方選手啊熟悉場地、熟悉對手的這麼一個回合。好，看一下我們的烏蘭在第二回合會有怎樣的表現。那麼裁判啊，他的教練告訴他呢，你應該反擊了啊，你應該主動去進攻，多打摆拳和勾拳。第二回合開始，好，首先烏蘭發動進攻，左直拳點刺。好的，日本拳手也展開了進攻，兩個都在中近距離。好，烏蘭的這個一組打得非常出色。雙方你來我往，大家互不甘示弱。哎，这下日本拳手打了後腦，這是規則不允許的。好，這個比較清晰有效的直拳。好，比賽的第二回合已經過去了一半的時間。那這一回合的話，這個金子健打得非常的兇啊，但是烏蘭的防守啊，還是我們說的做得很不錯啊。哎，打晃了，有效果，連續的重擊勾拳，哎呦！前手後手的平勾結束了。我們看日本選手金子健這個時候躺到了地上不動彈了，一動不動，趕緊去寵物醫院請醫生來啊！這個動物的生命也是條命啊，該救得救。而且這是我們中國擂台，我們畢竟啊還是不想要發生這種命案。好，非常精彩，我的天哪，打得太快了！看來今天烏蘭這300萬的獎金啊，應該是要拿到手了。可以看到都很興奮，再次恭喜烏蘭。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啊！好了，咱們下期視頻，觀眾朋友們不見不散。注意效果。注意看，比死神方便還猛的中國散打王橫空出世，3拳2腿 KO 2位世界搏擊冠軍，徹底看呆武僧一龍。好，各位觀眾朋友們，眼前正在出場的這一名選手呢，就是號稱比死神方便還要猛的中國山東散打名將曹魯健。12戰績50勝6負，其中包括26次 KO， 並且曾經連續獲得過8屆山東省的散打錦標賽冠軍。那麼他的這個戰績的確是非常輝煌了啊！可以說任何老外和他交手的下場只有死路一條。好，這場比賽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曹魯健今天的對手，來中國踢館的啊，便是英國的自由搏擊冠軍3冠王奧格勒斯。好，沒有錯，他也是不遠萬里從英國呢跑到中國前來踢館。那麼在英國他已經是難尋敵手了，所以說也希望遇到過更強大的敵人。哇，我們看這個家伙，比賽沒開始很興奮啊，先給自己來上2拳。這個行為的話很少見。藍方選手是英國的奧格勒斯，比賽現在開始。好，我們仔細看，比賽已經開始。紅方選手白色戰袍，中國小將曹魯健；藍方選手黑色褲衩啊，他就是英國3冠王奧格勒斯。好，雙方一上來的話也是進行腿法上的一個交流。2個人這個腿法都不錯啊，都很厲害。那麼賽前這個奧格勒斯也說了，今天就是想來會一會中國散打王的腿法怎麼樣。打方便沒機會了，因為方便已經退役了，那就試一試這個曹魯健怎麼樣。看來他對自己的實力還是非常的自信。
孙健先见过他的比赛，当时他没有这么个身高，那时候身高也就1.85米左右的，没有这么大。那时候打70，现在改成打80。他的拳腿组合很有这个力量。在之前的疯马奥格勒斯的比赛当中呢，疯马的身。这个击服有效果了，再来。本场比赛还开局不到1分鐘啊，我們看這個奧格勒斯已經是半跪到了地上。沒有錯，這拳應該是有爆桿。我們看裁判也是毫不猶豫啊，送給了對方一個好禮物，那就是讀秒。曹魯健能否擴大戰果，連續的打了1口拳，連續攻擊肋部。現在這個是對方的軟，對，這成軟肋了啊，就是肋，這真是連續攻擊同一個地方。他現在有意識想下壓來守這個地方，但是很難。就是這個繞腿動作。今天的這個曹魯健打得太兇猛了。今天這個曹魯健他身高1.88米的，非常的高大，所以說奧格勒斯以往的身高優勢不復存在。而且曹魯健不僅是身形高大，而且速度也是過人。這個80公斤實際上最好看，又有速度又有力量。曹魯健再有聰明點，對，加這個臀法的進攻要上頭，是上頭，因為你身高1.88米，這很容易起高鞭腿上頭動作。這場比賽曹魯健可以說在身形方面還有速度力量方面都占盡了優勢。這個開局很好，這畢竟是曹魯健第一次來昆崙街打比賽。對，我特別喜歡。我看這3公拳，對，同樣有風險，有風險的，因為80公斤有力量的，80公斤拳就可能輸掉。剛才我們看到英國的這個奧格勒斯一個上勾拳打中了曹魯健。奧格勒斯的內圍戰呢還是非常的獨到，但是呢，曹魯健打開大河，並不給奧格勒斯機會。這很浪費體能的呀，曹魯健。這個看，就用右手上勾拳，看沒有？又打一個上勾拳。這倒計時還有10秒。對，雙方能否有再非常漂亮，有點可能。好，觀眾朋友們，比賽馬上要來到第2回合了啊！對方的奧格勒斯打得非常難受，因為他平日裡呀引以為傲的身高和臂展，今天在曹魯健這1.88米的大高個面前啊，全都不復存在了。在第1回合，曹魯健是拿到了絕對性的一個優勢，而且還有一次成功的讀秒。所以說，接下來只要我們穩住的話，本場比賽肯定會獲得勝利了。而且這腿法這些，對了，看到對了，連續3拳，哎呀，這個曹魯健技術很全面。然後你再出拳就對了，對，這樣就有機會。但是馬上直接後腿打了，後腿直接跟上了，打直拳，不要這種擺拳了。曹魯健還真的有實力，對，腿也很重。是的，這個時候奧格勒斯呢防守顯得有一些的軟綿無力，畢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魯健低掃。好，我們看比賽的第2回合，曹魯健連續的砍腿，讓這個奧格勒斯啊，的確是有點痛不欲生的感覺了。而且曹魯健連續的砍腿呢，這個效果呀也是非常的明顯。好，連續砍腿，哎呦，這個腿法勁兒太大了。我們看奧格勒斯這個時候還能不能站起來？看情況應該是夠嗆了，看一下能不能站起來，走2步啊，走2步，看一看你還行不行了。不行了，觀眾朋友們，裁判終止了對局。趕緊啊！擔架有擔架上擔架，有輪椅上輪椅，給這哥們兒給他推回英國去吧！啊，非常的精彩。好，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曹魯健在比賽第2回合的這個對手。那麼相較於上一回合來講呢，這個家伙啊是來自於新西蘭的拳壇老將，35歲的啊丹尼爾。上一場比賽，英國選手特意來找曹魯健來拼腿，而這場比賽對方則是來找曹魯健來拼拳。好，來看一下雙方這場比賽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這個是個老將了啊，比曹魯健也是大了好多歲。好，仔細看，紅方選手紅色褲衩，中方選手代表中國紅，曹魯健。那麼藍方選手就是來自於新西蘭的丹尼爾，傑梅。我覺得您還是保持了一個非常冷靜的心態。比賽不到最後1秒鐘啊，任何情況都有可能。是。好漂亮！哦呦，前後手的輪擺力道很足，對方明顯是有點發慌了。曹魯健的身高啊，的確是很恐怖啊，1.88米的一個身高，無論是打哪個老外啊，都是很有優勢。我們看，對方的新西蘭選手丹尼爾在他的面前依然是少了半頭。雖然對方啊，我看到實在是
給了強大的壓力。可是我們這中国選手年輕小將，他在比赛中確實打得還是步步為營啊，穩扎穩打。没有錯。本次5戰世界功夫爭霸賽也是級別非常高的一個比賽，所有的選手世界排名包括看拳法，對我們在國家隊的選手成績都是非常的優秀。我覺得王者之戰這一場上來，雙方選手都沒有太多的去試探對手。一個是呢直奔主題，再一個呢他們還是就是注重時效的打法，就是避实就虚，避攻就轻。正所謂是伤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他们注重的是个有效的击打，有效率更高，就志在必得。没錯，我觉得雙方呢內部定的這個目標就是 KO 拿下 KO 對手。打挺。看看雙方這場的表現。曹魯健在我們的5戰第1場也曾經參加，獲得了勝利。好，距離比賽第1回合結束還有1分鐘的時間。我們看，曹魯健連續的進攻啊，把對方逼在角落。這個時候，這個丹尼爾沒有辦法，只能通過摟抱來限制一下曹魯健的進攻。可以說本場比賽我在對方的身上是絲毫沒有看到任何一絲的挑戰者的這個氣勢，觀眾朋友們，感覺打得非常的油滑啊，感覺他好像是擂台狩獵者啊，並不是來踢館的。好，你看又一次的摟抱，這種無用的帶摔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在我們規則範圍之內，這並不加分。就是提前的這個預備是比較明顯。我們經常講的這拳擊有個術語叫打電話，就是你拉開架子就給你一個對方給一個提示，就是我要做動作，我要打你了，所以我們就打電話嘛，一個是動作很形象，再一個呢，這個寓意也非常清晰，就是通知你。已經講的有意莫待行，待行必不贏。好，觀眾朋友們，比賽來到第2回合，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雙方啊這一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要小心！我們看曹魯健在倒地的瞬間啊，對方也是站在我們的面前，這盯着我們啊，這是一種好，你看他還想把曹魯健甩飛在地上，但是很明顯啊，對方是有點搬不太動了。真是鬥智鬥勇，這個迎擊打得非常好，好的，有機會，注意效果。剛剛曹魯健的這一拳，我只能用漂亮2個字來形容啊，也可以說是完美。好，那麼接下來還有2分鐘的時間，對於這個丹尼爾來講呢，是非常非常煎熬的一個階段了啊。那麼他想要耗費時間也很難。好，你看。通過這種卑鄙的手段啊，想要耗一下時間。這個丹尼爾表示說我不疼啊，說我自己沒事兒。那觀眾朋友們啊，這疼不疼啊？打在誰身上誰知道？哈哈，你不說，難道就代表你不疼了嗎？因為剛才這個有效擊打呀，它是連續重擊，所以呢，我想着這種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我覺得曹魯健是有這個能力的，我們看得到第2局。也是非常的主動，所以現在呢，他要掌握好自己的一個技術戰術的節奏變化。對方現在非常聰明，馬上跟你纏鬥。這個時候如果聰明一點的話呢，打游鬥，打游擊戰，拉開，對，拉開距離，拉開這個角度。就像您說的，還是不能輕視對手。在這個技戰術方面呢，要恰當的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掌握戰術變化。好，那麼現場的觀眾。也非常應該說呢，這個比賽應該是結束了。好，沒有錯，觀眾朋友們，本場比賽非常的精彩。那最終這場比賽最終在第2回合，曹魯健也是用自己彪悍的重拳 KO 了這個來自於新西蘭的擂台挑戰者。對方信心滿滿，作為一個拳壇老將，想要和我們來這個會拳法，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有點不自量力了啊。那也恭喜曹魯健獲得比賽的勝利。身高1.88米的這個壯漢啊，不愧是山東好漢。都說山東的大蔥啊，長得都比人高啊！以前我不信，現在我真信了。好，再次恭喜曹魯健。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中國小伙在日本擂台惹下大禍，一記神龍出海，幹碎日本拳王的下巴，徹底嚇壞日本女觀眾。好，各位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呢是為您帶來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日對局。
没有错，武僧一龙的大弟子没有错啊，就是我们中国那位号称有着金钟罩铁布衫的武僧一龙，他的大弟子眼前的赵重阳来到了日本东京。这一次赵重阳来到日本呢，是拿下了3连胜的一个战绩。那武僧一龙呢，现在也在台下啊，观看自己大徒弟的比赛。趙重阳啊，是武僧一龙呢最早收的一位弟子啊，也是他的得意門徒。好，我们看一下红色拳套赵重阳，蓝色拳套的話是伊藤健人。對方的身高和臂展啊，有着明顯的一個優勢。這一次赴日之行呢，趙重陽是拿下了3戰3勝3 KO 啊，讓日本人很是苦惱。對方選手的話是一個台獨分子。好，連續低掃。趙重陽給到對手的這個壓迫感啊，還是很強。我們看趙重陽的這個低掃呢，和武僧一龍啊非常像，兩個人都是啊有這種直直的啊勢大力沉的感覺。國內啊有很多人黑這個一龍啊，說一龍的這個假和尚啊假武僧。那觀眾朋友們啊，武僧一龍呢為國爭光啊，這個事兒他絕對是真的。哎呦，這個擊負有效果，連續的重擊，有機會。哦呦，呵呵，對手軟下來了。剛剛應該是有爆肝。這個伊藤健人啊，和我們中國很多選手有過切磋。這個健人啊，他這個名字只能這麼叫啊。他和鐵英華啊打過比賽。哎，裁判什麼情況？他是在保護這個日本選手啊。好，最後的時間。好，沒有錯，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還是非常精彩。那第一回合我們仔細來看啊，這完全就是你看這個後手的直拳啊，軀幹直拳，對手整個人軟了下來，應該是爆肝了。這個斷沒斷肋骨啊不好說啊，但是爆肝的概率還是很大。趙重陽和他師傅一龍的區別呢還是很大啊。一龍呢是一個相對來說偏向於腿法，他的低掃很厲害，而趙重陽今天啊他在拳法上的表現還是很出色啊。而且毫無保留啊！第一回合呢就把所有的壓力給到對方日本選手，而且賽前據說啊，日本選手的這個父親啊已經說了啊，如果你打不贏，你不要來見我啊，你乾脆當場切腹。頂着這麼大的壓力啊，對方看起來確實很緊張，有點心不在焉。伊藤選手もテクニシャンですからね、もうその辺はちゃんと以降はもらわないようにするでしょうかね。好，第二回合，讓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雙方選手的表現。好，又是連續的軀幹拳，沒有錯，擊負再來，打是打7寸啊！趙重陽深知這一點。そうですね。伊藤選手も序盤ミドルを走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最初のキレ少し浦部選手どうですか、伊藤の蹴りは、こういった蹴りは。そうですね、まあい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相手が好飛膝，趙重陽第二回合的進攻上打得還是很兇。實際上對方啊，這個臂展和胳膊都很長啊，還有腿的長度。但是面對趙重陽啊，這個坦克般的進攻啊，幾乎是沒有什麼辦法。
当に今そこは見え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左のインローがありました。圧力があるジャオチョンヤン、ここもボディストレートだ。伊藤選手、冷静で、効いて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冷静ですよね。ちゃんと綺麗にリズム取れてますよね。膝を狙って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僕は。好，第二回合已经过去了半回合。好，这个低扫啊，这看着就很脆。我们中国选手的这个腿法呢，更偏向于这个散打啊，所以说他的这个劲儿更足，而且快且脆。パンチを誘って前傾の姿勢になる状態からだと膝が出しやすいですよね。いや平子さん、このジャオチョンヤンという選手は中国の選手の中でもかなり攻撃多彩ですね。上に下にと中央なボディもね、これがすごいそれ近づけない要因ですよね。平子さんのお話だと中国人選手はゴリゴリ押してくるようなファイターのイメージがあったという中で、こういう選手も育っ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パワフルかつ技術面も高いですよね。そしてこのダウンを奪うボディーブローも持っています。ジャオチョンヤン前に出てきますが、どうですか。好，还有最后的半分钟。哦呦，又是顶膝。赵重阳的这个膝法呀，确实很厉害。这场比赛的使用频率呢也很大。伊藤の攻撃を嫌がっている部分が。残り10秒です。第2ラウンド。前にプレッシャーをかける。左のミドル強烈。ボディえぐる。だからさっきみたいな入り方ができてないですよね、パンチで。はい、そうですね。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已经结束。那今天是3回合的赛制，每回合3分钟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接下来比赛还有最后的一回合。不知道屏幕前的您认为赵重阳今天能否 KO 对方的日本选手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机会的啊。因为赵重阳现在为止已经把对手打到筋疲力尽，对方啊体能也不行啊，而且他的这个战力水平也不咋地。このラウンドは伊藤選手は街で合わせるだけじゃ勝てないですよね。自分からいかないと。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表现。李琦，哎呦，什么情况？哦，这个人都对眼了！我的天哪！来自于一龙奥羽搏击俱樂部的趙重陽，一龍的大弟子。哦，這個神龍出海啊，這個是。好，這一下的話，對方選手徹底不行了，徹底是癱軟倒地。好，這場比賽讓我們恭喜眼前的趙重陽。哎呦，這個家伙還在搶救。趙重陽非常的講禮貌，趕緊給對手鞠了一個躬。沒有關係啊，比賽完事之後我們直接吃席。讓我們再次恭喜趙重陽。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啊，這個比賽打得確實很精彩。讓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精彩回放。哦呦，這一下，我對手的腦袋好像撥浪鼓，這一下估計啊，這個脖子應該是不能好了。而且下巴這個位置啊很脆，你看趙重陽這個時機抓得多準啊！抓對手的這個出手的一瞬間啊，不在防守的這個瞬間啊，對手還在猝死。好，不管怎麼說，讓我們恭喜趙重陽啊！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觀眾朋友們，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在抓對方，金腰帶屬於中國。我會把金腰帶。他們兩個真的是狼狽為奸，不僅賺着我們中國的錢，竟然還瞧不起我們中國人啊！隨時隨地、無時無刻的欺負我們中國選手，欺負我們中國人。台上欺負我們中國選手，台下欺負我們的中國姑娘。這也是我們中國人討厭他們的原因。我們可以參考一下法國啊，現在法國呢可以說60%以上都是黑人，基本上都要淪陷了啊！以後不能是浪漫之都了，應該叫黑色帝國。好，雙方比賽開始，注意看紅鋒選手來自於新疆的薩利曼。上一場比賽我們見識到了他的風采啊，開局21秒便 KO 了對手。而藍方的大老黑便是盧蒙亞·喬賽亞啊，來自於烏干達，他表示要為他的隊友復仇。這場的話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對，這個掃地很重。
你看我们的乌干达运动员啊，是看他抱得挺全，看抱得挺死的。是，而且你看他整体的一个风格，我是觉得他有一些态势是在身上的。对，这个基辅就是太明显了。如果你前面有几个动作引的话，然后把这个基辅给打起来哦，刚刚这是一个萨利曼腿法的技术性击倒。上一场比赛我们见识到了萨利曼拳法的威力，而这一场比赛你将会见识到萨利曼碎骨腿法的厉害。您听好了啊，是碎骨腿法，这是萨利曼自己独创的一个腿法。顾名思义啊，专踢对方的小腿骨。所以说我们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啊，注意看萨利曼腿法的一个进攻，你看连續的掃踢，一腳接一腳。对，這個轉換很快。對，但是他們在找節奏，然後找對方的熱點，然後如果有一瞬間，如果對方有這種失誤的話，還可能就 KO 對手。是，我覺得這個盧蒙亞的前腿一定要小心一點啊！剛才是被薩利曼有幾個掃踢啊砍到了這個小腿的位置，所以如果下面再有幾個的話，估計這個小腿可能就有一些危險了。對，還有一個低掃腿。是，再來了一個。連續幾個動作一直打的是那個點的話，對，這種肯定是容易扛不住的。對，同一個點會累積傷害。別看對方長得黑啊，但是這個腦子呢的確是不笨，還是採取一些摟抱的戰術來限制薩利曼腿法的進攻。實際上對方作為一個泰式的選手，他的這種前腳啊點來點去的風格，理論上來講可以很好的規避薩利曼的腿法進攻，但防不住，主要是薩利曼腿法這個出腿啊實在是太快。對。你看我們的紅放啊，打的動作很小啊！你看這時候，你看他的這個小腿的話，確實已經有了一些累積的傷害了。對，因為前面的話是做了有5-6個啊，就做了有5-6個他這個掃踢的位置。對，啊，再來一個，對，哎呦，飛膝，也就是跟我們之前上一場比賽的話也是一樣啊，這個卡西的話對他這個小腿的傷害是有一些累積的。對，如果他一旦踢這個小鞭腿的時候，一定要有防的這個動作。對，哦，再來了一個。很容易，如果連續幾次踢的話，對手很容易要迅速推開，然後再加反擊動作。對，動作打得明顯一些。哦，一個後手。對，後手。對，是剛才有一個非常緊張的後手。對，他這個如果把體力再迅速的拉開，然後再來一個後鞭腿踢的話，對手肯定會死。對。好，第二回合這大老黑盧蒙亞明顯呢是有一些打着急了啊，在進攻頻率上是明顯有所加強，因為他很清楚啊，累積性的腿法傷害，如果他一直被薩利曼這麼踢的話，越打他會越難。好，死死摟住，還是採取一個摟抱的戰術。什麼情況？哇，這一下我們聽到了雞蛋碎裂的聲音。好，這腳下去的話，看來薩利曼這個碎骨腿法不只要踢飛他2條腿，第3條腿也不打算放過。我覺得很好，也算是幫助對方呢開展第二職業啊，幫助對方呢開展一個我們中國古代的傳統職業啊，也就是所謂的鐵飯碗、衣食無憂的啊大太監。也是鏖戰了很多次比賽的一個老手，所以在這種情況的處理上面，他也是調整得很快。哇，再來一個前腿。再來了一個。哎，這時候薩利曼的話，對，我們的這個烏干達運動員是他的這個動作已經慢了很多了。對，是他，因為他影響了他一個動作的速度。對，因為他的左前腿是肯定是受了傷的。有一個擊打。又一次，觀眾朋友們，那現在這個累積性的傷害和累積性的痛感已經上來了，那這個痛感只會越來越強，他被擊倒的頻率，我只能說呀，只會越來越高。但觀眾朋友們千萬別着急，這才僅僅是一個開始，接下來他會越來越痛苦，越來越生不如死。眉骨開了嗎？是？額頭的位置，額頭的位置，對，額頭的位置。因為薩里曼的話，他是屬於這個快進快退啊，你看，他整體的一個移動速度是很快的。對。但是相反，這個盧蒙亞的話，因為有一些態勢風格在裡邊，所以你看他的。好，薩利曼的碎骨腿法，一不小心呢又瞄到對方的褲襠上來了。看來今天不踢斷對方的第3條腿，薩利曼是不肯善罷甘休了。好，短暫休息，第二回合最後的20秒鐘。好，比賽繼續。薩利曼也是抓着的這些，你看對方的弱點啊，對，快進快出，
打法不错。对，你看这个萨利曼在防守过程中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卢梦燕啊，他的臂展还是比较长一些的，所以萨利曼也很聪明啊，也是在近身防守过程中手举的也都比较高一些。对，所以对方的一个直摆啊，都对他来说没有效啊。你看他的压迫感，哎，对，正蹬，哎，近距离的一个看正蹬他的一个大腿内侧啊，这个动作做的也是非常的很。好像也是来到我们的第3回合。这是2个对，这一回合不知道有没有 KO 啊？是，到了第3回合里边了。对，绝对会很精彩。这一场如果要有 KO 的话，因为你看他已经对对手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这个腿部的伤害。也是一场鏖战。哦，一个倒地。哦，又一个啊！好，这是本场比赛的第4次击倒，開局不到30秒。我們看對方，哎呦，向後走路，這個倒車啊都成問題了，2條小細狗腿有點不聽使喚。好，薩利曼乘勝追擊，連續的摟抱戰術，對方呢已經不是摟我們了啊，開始鎖我們，要把自由搏擊啊打成綜合格鬥。小踢腿，好，再來了一個了，很大了。對，他抬起來，但是他總有落下來的時候的，落下來就踢他。好，我們的換架了啊，現在換架了。好，一個換腿，一個跳踢，啊，想做轉身啊，蹦蹦，哦，距離太近，對，距離過近，對。你看他這時候你再做轉身蹬的話，沒太大的意義。是，直接還是用這個低掃腿。啊，又來一個！哦，我們裁判叫停了比賽。好，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讓我們恭喜我們的新疆小伙薩利曼獲得了比賽勝利，碎骨腿法果然是名不虛傳啊！今天真的是3拳2腿解決了2個囂張老外。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啊，薩利曼這個小伙他才年僅21歲啊，也就是20周歲，相當的年輕了。但他的實力我們也看到了，有目共睹，的確是夠強，而且還有衝勁。好，恭喜薩利曼，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